崔敏中，你竟敢在皇城脚下公然起兵！今日，我便为圣上惊讨逆贼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先勾结于我，再替圣上讨逆，再喊捉贼。老夫虽非武将，但也要为了这一时忠肝义胆而战。杀！传信回宫，右相反了。这是圣主没有杀书费。圣上您看呀，这个凤舞千秋红，游龙起苍穹，龙飞凤舞，我大唐万世长隆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设下如此迷局，就是为了要逼老夫起兵。你们的好算盘呢！谢兵临，人呢？老师，迷途知返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啊！想炫降老夫，你也配？圣上，崔敏中私结叛军，冲闯宫门，谋逆犯上，妄图颠覆大统，现叛贼已然捉拿，余党也悉数被擒。放开我！圣上，老臣终于有罪，再见天颜了。崔敏中，你长本事了啊！圣上，老臣冤枉。哼，瞧你这副德行，证据凿凿，你还想狡辩吗？老臣谨遵圣意，在下朝廷四国，不敢有半点越矩。奈何有人偏偏就是不肯放过老臣，要置老臣于死地。老臣不怕死，怕的是有人用童谣散播谣言，借淑妃挑拨离间，让圣上对忠心耿耿的老臣生疑呀！哼，朕只不过是对你生疑，你便要杀朕。崔敏中啊，崔敏中，你还真是忠心耿耿啊！老臣的刀，劈开的是阻挠老臣免圣的筋，斩断的是让圣上误会老臣的己。老臣待命若攻不假，可唯有如此，才能让圣上看到老臣的一边赤诚啊！老臣被人逼迫，身不由己，这背后设局之人，才是对大唐心怀叵测，其心可诛啊！
此地潮湿多蚊虫，这2年客房许久无人居住，恐怕要多熏一会儿，晚上才能睡得安稳。请2位在此稍候。多谢。刚刚可是惹恼了武丈人。他自己心虚。不过一向过目不忘的太史丞，怎么在宅院里迷了路？你觉不觉得武夫人有些古怪？把他端去给小兰君不是？是。哎，这不是给小郎君的，刚刚明明又是夫人。走了。拿上这个赶紧走！我都说了，那个不是给小郎君的，别害我们受罚。一个小儿，独自住在那个偏僻小院。武丈人看似关心小郎君一些，但武夫人倒很冷淡。这么大个宅子，没必要苛刻一个小孩的饮食吧？可能另有隐情，也可能是我多思了。问出些什么？我炸了他，现在估计正在屋里恼火呢。同一件事，不同之人说辞几经相同，其中必有蹊跷。不急，慢慢问，总能问出来。看来我早该来的。要下雨了。老霍，起来。主人还没起来呢，还未起身。郎君，走。夫人昨晚可以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？娘子和主人已经分房多年，一直住在后院，所以昨晚……县主留步，已经报官了，县主就不必进去了。你不知道我是谁？知道。那还等什么官？县主，既然你断不得，这屋里的场面实在是害人。那我就更要看看。这。我家郎君尚在下面。武丈人死状不堪，伤在下体，县主进去多有不便。是啊，不如县主稍安，等温县令他们带衙役来查验。人都死了，还讲什么男女大防？就算县主什么都不在乎，但总归有人在意。这里不是在宫中，还是谨慎一些。若是传出风声，我们绕入明州之时，也会被人知道。反正早晚会知道，大不了来杀我，刚好让我看看那些人到底是谁。我知道什么都没查出，武丈人就被害，你心中有气，但此刻更加应该谨慎。但他死在此刻，我不能不查，我也信不过别人。那我来替你查。县主蒙住眼睛，随我进房间，我来当你的眼睛。若县主信得过我的话，
拿一条蒙眼布来。是。县主蒙住双眼，随我进屋查案。遵五伦，守五常。若再能传出非议，便是吴府故意构陷县主，毁皇家情侣。我势必一查到底，错杀1000，也不会放过一个。太史丞放心，就是给我1万个胆子，我也不敢乱说的。你们有多少胆子我不知道，但你们只有1颗脑袋。可惜了，没能亲眼看到太史丞恐吓人的样子。我不是恐吓，只是实话实说。县主，请。小心。血腥味很重，太史丞不必应承，大门一关，我自己来查便可。这里只有你我，怕什么？不可以。香炉是房间的中心点，你面前是坎位，以8卦的方位划分，北坎南离，东正西对。房间如武章人一贯作风，严格按照吉祥生财的方式布置，有门窗，但并无破坏的痕迹。对位有一宽大床榻，两侧各放一盏灯。正位设有一扇窗，可见园中竹林。窗前摆放一张紫檀木书桌，桌上有文房4宝，书本3卷。坎位设吉祥屏风，屏风两侧是等柜。前位放了一张高机，瓷盘里放着一些金饼。此处为房间财位，因是为招财所设。这些均没有被移动过的痕迹。去看看尸体。大床上方有一条用红绸悬挂的横木，武章人上半身挂在横木上，双臂下垂，嘴巴张得很大。是否被塞过东西？看不出来，得等县衙派人验尸后才能知道。死因呢？伤在下身，衣服被鲜血浸透，血从床榻流到地上，血迹颜色正常，目测没有中毒，应该是流血过多而亡。还有没有别的伤口？没有。关节已经开始僵硬，但还能弯曲，县主应该能推断出死亡时间。温县令稍后。如此大案，如何收获？温县令，县主在屋里查。啊，我们在正厅候着，从未进来啊。哎，从未进来啊。死亡时间应该是后半夜。两只手的手腕处均有擦伤，像是被麻绳捆绑后挣扎所致。太史丞再仔细看看，伤口处的血迹是否干了？血仍未干。辛苦太史丞，可以出去了。禀县主，已经检查过了，家中并无贵重物品遗失。凶手并非图财，可有其他人受伤啊？没有，
就连守在房外的2名守卫也不曾受伤。下去。禀县主，死者乃是被钝物击打下体，失血过多而亡，凶器钝重，应是木器，边缘有尖角，不是木棒之类。从血量上看，的确在生前服用过活血的药物。什么药物？死者衣物之上沾染了残留的汤药，但具体是什么还需查验。川芎、当归，还有肉桂。口中是否被塞过东西？不曾，死者张口乃是经历痛苦所致。死者在生前曾大声惨叫。太史城昨夜可听到雷声？院中王口粗的树都被劈倒了，我也没有听到雷声。确实奇怪，都说睡得很好，平日里有起夜习惯的当晚也没有起夜，平日里爱打鼾的同屋也没有被吵醒。迷药，定是有人给府中所有人都下了迷药，是不是在吃食里？要不然就是在水中。但武丈人并没有昏迷，否则死前挣扎不会如此激烈。我们所食所饮也都是一样的。此地潮湿多蚊虫，这2年客房许久无人居住，恐怕要多熏一会儿，晚上才能睡得安稳。昨夜驱蚊的熏香，把死者用的和其他人用的各取1份给我。是。县主请看，这是我家主人房里的。紫苏、艾叶、硫磺陈皮丁香。是，主人他自己所用的熏香就是这个配方。啊，这是其他各房各院用的熏香。曼陀罗花。蒙汗药啊！难怪没人听到动静。凶手将曼陀罗花混入到了熏香，然后迷倒了府中所有的人。即便是死者再怎么呼救，也无济于事。这人实在是凶残呀！凶手不图钱财，选择虐杀。你们在此地可有仇家？我们与本地人往来不多。做生意就是与人打交道，怎么会往来不多呢？我们将平恩特产卖往南方，往来的都是乡下农户和南方商贾，无需与本地人来往。武夫人对自家的生意很了解吗？夫人，这但说无妨。小郎君别院的侧门不知道被谁打开了。小兄一起吧。这院子没人打扫？当然有，竹林茂密，经常落叶，很难打扫干净而已。就是那边的侧门。家中发生惨案，不先去看小郎君，反而来看院门。今日一早便已派人查看，小儿一切如常。这侧门有何特殊之处？你们如此惊慌？啊，我家主人看中布局，这门是用来聚气的。主人再三强调，绝不能过人，还特意加了锁，锁上有机关，只有主人能打开。去看看小郎君。小儿体弱不便。母亲，这是福昌县主和太史城，是家里的客人。我们已经见过县主，
太史丞，给母亲请安，请母亲节哀顺变。你昨晚几时睡下的？阿爷让我每晚虚实就要上床睡觉。这么早，能睡着吗？睡不着，安躺在床上，看着墙上烛影晃动，看着看着便也就睡着了。你房中可有熏香？小郎君，昨晚睡得好吗？风大雨大，电闪雷鸣，我有点害怕，睡得并不好。除了雷雨声，还有什么动静吗？半夜有被雷声吵醒，看到有影子经过，就在那里。人影。天黑看不清模样，有没有看清高矮胖瘦？那人有没有说话？小郎君，你看见的人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？要和小孩子成为朋友。母亲，你好厉害呀！想不想给阿爷报仇？你若是能想起来那人长什么样子，我马上把他抓回来。昨晚上那么黑，怎么会看见人影呢？难道屋子忽然亮了起来？好大的闪电，照得我房中比白日还要亮。那岂不是能看见那人的模样？我本来想去看看那个人是谁的，可是马上又打雷，我害怕，我捂着耳朵数到10，雷声才停下。后来屋子里就黑了，我也没再敢出去。好孩子，去玩吧。能认出来是谁吗？看不出来。整个别院怎么连一个仆人都没看到？这别院幽静，又用了堪舆术，郎君不允许随意进出。我平日也是不能来的，只有钟伯，他的八字五行与此地相合，可以自如出入。如今往日也是由他照料。钟伯房中可有熏香？刚才给县主一并看过了，也有那个什么花。舅父对娘子感情很深吗？不过是少年夫妻老来伴，谈何情深？这孩子不是你亲生的吧？县主看出来了。太史丞能掐会算，一看便知。是，我无法生育，他是郎君从外面领回来的。舅父好不容易有了个孩子，只因娘子一句不喜欢，便养在这阴湿的别院，这不是情深又是什么呢？我确实会因为看到他想起自己的伤心事，但让他住在此处，并非我的意思。是武丈人的安排。木金自小体弱，吃药多年不见效果，郎君便请徐公在此为他用了堪舆术，说是能保性命、旺命格。这徐公到底什么来头？徐导引在隔壁清潭镇有山庄，信奉他的人很多，郎君也在家中为他设了经堂。经堂？去看看。
好，娘子不用陪了，阿旺带路便是。是。县主，这边请。县主，请看，这便是徐公的神像。这玉牌是做什么的？碰不得。啊，这些玉牌是供养徐公所获得的信物。如何供养？自然是以钱财供养，以求得庇佑。这些玉牌都是经过徐公的法力加持，摆放在此，以保家中平安，心愿得偿。还真不少呢。舅父这些年赚的钱，看来多半是花在这徐道隐身上。哎，这县主是言啊！哎呦，徐公在这，徐公在这。二位给徐公上炷香，以求得徐公的原谅。生财有道，歪门邪道。县主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哎，不可对神像不敬。是血。血？我家主人对徐公如此虔诚，他为何要用这神像害他呀？这木雕很沉，符合衙役对凶器的推断，能以此神像反复击打致人血肉模糊，凶手力气不小。小郎君昨晚看到的场景，是凶手故意用木雕模仿出的样子。从经堂到卧房不会经过别院，他是刻意为之的。卧房中有不少能作为凶器的重物，凶手偏偏选择徐公的木雕，还在杀人后大费周章地将其洗净放回。线索留得如此周到，不去查查，倒像是我辜负他了。不舒服。这小郎君的别院又冷又湿，院里院外种这么多竹子，一点日光都透不进去。这样的院子，真能保性命、望命阁？但别院的布局有问题，小郎君若还住在里面，只怕活不过3年。这么凶险？同样的东西摆在不同的位置，便是天壤之别。桃木装在离位，火木相克，极其尽失，反成煞缘。石块与竹林呼应，无法聚其望主。以我母亲的年龄，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布局。不对，我记得院中的石块不在林中，而在桃木旁。那阵法被人移动过，但摄政之人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保我母亲性命。舅父被徐道隐骗了？不清楚，但这府中恐怕有人想夺我母亲的性命，也有人在试图保她。我才不信，一根桩子几块石头能有这么大效用。虽不能直接改变人的命运，但若环境适宜，也能对人有所注意。这大厦之局挡住了风和光，让人视线所及和行动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。长久在这里生活，别说小郎君，就连正常人也受不了。原来如此。院子阴冷，回廊曲折，日光不入。我才去了不到1刻，就已经开始头疼。难怪这小郎君病恹恹的，吃什么补药都不见好转。太史丞这是心疼小郎君了。县主查案时是如何应对案中人的心生怜悯？所有案子的缘起，无非是一个欲字，或因情，或因利。一念之间毁人害己，人非草木，又怎么会毫无波澜呢？但若想要继续把这件事做下去，就要学会把自己当成别人。把自己当别人？这是我想出来的办法，让自己不要因为在意他人而痛苦。当案件结束时，你就当那一个自己留在了那个案子当中，可以尽情的痛苦和怜悯，而此刻的你，则是另一个你。可以大步向前，去往下一个案子了。
等到下一个案子，再留下一个自己。相中果然一点就透。县主还会和从前留下的自己相见吗？难道合二为一，痛苦加倍吗？我才不会自讨苦吃。如果所有痛苦都会这样隔绝，我希望县主可以离从前的自己更远一点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下次我也试试。县主，查出来了，这是从死者卧房外草丛中发现的药渣。当归、肉桂、川芎、牛膝、车前子，还有红花。这方子好眼熟，是脱花尖。催产药。正是。此药方之中，当归、川芎是活血的，而药渣之中，这2味药比正常的要多出许多。脱花尖中这2味药，若控制不好用量，会使产妇失血过多身亡。太医署多年前就已经下令禁止随意使用此方。此药方之中的几味药都很容易寻得，天高皇帝远，民间还是大有人用此方催产。干嘛一直皱着眉啊？我虽然被关在里面，但起码还活着。我会救你出去的。不知道。我想让你相信，我会救你出去的。我相信。我知道你在期待什么。你虽然没有找到家华东王之人，但你知道。那人一定在盯着你。你此次落难被圣上赶出宫，对他来说是天赐良机。你在期待他急不可耐，你期待他对你下手，这样你就有机会能够抓到他。什么都瞒不过你，还说自己不会卜卦算命。那你告诉我，我是不是一定会抓到他？他是要杀你，我也是要杀他的。但他不值得，你搭上自己的性命。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出去之后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一点时间？在这段时间里，不要伤害自己。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人？看来我的命也不是一直不好，我也没有那么糟糕。你一直都很好。你的命也没有不好，有人行恶事，我就陪你把他找出来。凶者实至，前过无常。种下恶因的人，必定会得恶果。我会让你看到的。县主，太史城真的到时辰了。快走吧。
希望你能明白我。裴爷，不要让任何人伤害你，更不要伤害自己。放心吧，有你在，我才舍不得死。县主，房间月白还在布置，很快就能休息了。不行，15年没回来，我还想再转转。这宅子很大，只有我和月白2个人，全部整理出来还需要些时候。不过县主喜欢去的地方，我们先紧着打扫；不常去的地方，我们最后再收拾，这样县主也能住得舒服些。回自己的家，怎么住着都舒服。县主，你没事吧？县主要进去吗？我想办法把门打开。你还有开锁的本事？那倒没有，这锁虽然是新落的，但门已经糟了。我可以想办法把门卸下来。你跟我久了，倒是越来越像我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。既然他替我做了决定，就先不进去了。县主会算命？是太史城。活着回来了。老鬼头，你害我！彼此彼此，对付个黑羊也需要这么久吗？他有驼龙，我能活着回来，你还不夸夸我？哼，放火烧人老巢，夸什么呀？不是我，是他自己干的。他死了。怎么，舍不得？他那还是有不少好东西的，可惜都见不得人。东西全烧了。那不至于。啊，云香山。哎，买家呢？账簿没找到吗？账簿都烧毁了，但也没全毁。政务嘛，还是得尽全力抢救一下。不过这上面的字，办案嘛，也不能都用寻常手段。那是当然，不过被人知道也不太好吧？说吧，怎么才能给我？不是给你了吗？
我说的是暗格那把钥匙。治世的时候都交了，交了就交了吧。去哪儿啊？回内业局政务入库。你起码得让我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吧。你治世了，看不得。该。鬼丫头，又耍我呀？怎么能说是耍呢？还行，心病解除了。老鬼头！这佛台是你们娘子供奉的吗？是，娘子活着的时候都是她亲自打理。现在，我想佛前的香火还是不要断的好。娘子每晚都要在此诵经，那时身边不需要有人照顾，会让我和方生去休息一会儿。每晚都念吗？也不是每晚。诵经前会让我们点上香烛，基本上香烛燃尽了，娘子也就诵完了，刚好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。这不是普通的香烛，而是酥油做的长明灯。你的伤还没好，请假日先休息吧。皮外伤，又有老鬼头的药，不碍事。一盏长明灯燃尽，可不止半个时辰。娘子诵经居然要1个多时辰，没觉得过了这么久啊。这人忙里偷闲，自然会觉得时间过得快些。王才女应该就是趁着1个多时辰的时间，独自离开寒凉殿的。如此，时间有了，接下来就要去找地点和人。1个多时辰的时间，若想幽会，往返脚程，应该是在半个时辰之内。寒凉殿已经是宫里最东南边的宫殿了，我们往西和北去找。北边是花园，圣上嫔妃们都喜去那里游玩，应该不是。那我们往西找。这里是在修的承恩宫，不过修了1年多，还没修好。这里虽不是新进宫最好的位置，但也是吉位，怎么会如此荒废？看来这承恩宫被废弃确实有些古怪。不过这无人敢靠近的废弃宫殿，是不是私会的好去处呢？
小小，你看，整个承恩宫只有这一处偏房被修缮整齐，看来此处不一般。这里应该是最近才被清空的，但有些奇怪。哪里奇怪？你将房门反锁也无用，想在宫中杀人灭口，实在是痴心妄想。请仙主好好享受吧。太师成，你怎么了？头怎么这么烫？屋子有问题。哪里有问题？蜡烛。有迷烟。哎。清洁了，只要和清白扯上关系，任我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一定会被束住手脚。仙主不是寻常女子，但女子魔秀，牵扯的不只是她一个人。仙主将我捆起来，他们便无谣言可造。太师成，真难得你又聪慧又简单。屋子淡了。仙主，仙主，仙主，好热。我们要不要把窗户纸捅破？什么？
县主，快来帮忙，明言散掉，好险！我中了迷，没力气了。县主，快过来，通风之后会好很多。我扶县主过来。谭师长，得罪了。昨天晚上就在承恩宫，一推开门就看到县主和太师成倒在床上，一丝不挂，连大头的刘内侍都吓坏了。虽说福章县主一向乖张，但还未出阁就如此放肆，实在是太大胆了。早就听人说县主真是带着个男子在身边，肯定有问题。没想到这么没遮拦。又来是吧？我正要找你呢。找我啊？有人托我带话给你。南角门的金吾卫说，你的心意他知道了，但他已有婚约，实在是不能接受你的情谊。你给他的帕子他也丢掉了，让你以后别再这样做了。心意帕子？你在说什么？什么金吾卫？什么死帕？哦，对了，他还说让你以后别趁着值夜班的时候偷溜出去，万一这要是被人看到了，不好的。胡说八道！是哪个后人在造谣啊？你是淑妃宫里新来的幽兰吧？帕子上绣着个兰花。是。那就没错了。我提醒你一句以后行事低调一些，万一被人告到淑妃那里，你是要被赶出去的。要被赶出去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做，为什么要被赶出去啊？你不是喜欢造谣吗？送你也当一次主角。你老大，你醒了？少兄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太史成呢？被送回萧府了。老大，你再怎么说也是个女儿家，以后夜里禅你带上我好不好？孤男寡女独处一室，再怎么说传出去也不好听啊。我查案被人暗算了，我当然知道了，但是别人不管那么多的。皇家秘辛当然是说的越刺激越离谱越好了。我听听有多离谱。他们就是说，
你和太史城借查案私会，然后点了合欢香，竟然用多了。哎呀，我不想听他们这么说你。我要是那么在意旁人怎么说，还活得成吗？只要你相信我就好了。我当然信你了，那群长舌，无聊至极。怎么找到我的？一个内侍说在成宫听到了怪声，还看到了鬼火，非得说闹鬼了。之前寒凉殿那案子闹得宫里人心惶惶的，那个内侍就和一队禁务卫去把成宫里里外外搜了个遍，然后在最里边那个房间看到了你和太史城。那岂不是传得人尽皆知？是啊，那就好。那就好。老大，你故意的？对啊，动静闹大了，那人才能光明正大的来打探消息。娘子万安，韦贤妃万安。佩仪，快过来。我一听说承恩宫出事，就赶忙过来了。承恩宫是圣上赐给韦贤妃的寝殿，虽然还在修葺中，但终归算是她的地方。承恩宫从修葺开始就事故不断，如今竟发生了这种事，你怎么会去那儿？是在查玉树的案子？我们查到他在宫中与人有私，幽会之处就在承恩宫。这么大的罪名啊，有何实证？那夜去查案，有些线索无法告知韦贤妃。我就说这承恩宫风水有问题，我必得向圣上恳请，不如就推倒重新建算了。是啊，皇才女在韦贤妃的废宫中与人幽会，去世前又与韦贤妃颇有来往，也不知这中间有何因缘。佩仪，这承恩宫毕竟是我的宫院，发生这种事，我自然脱不了干系。佩仪若要查我，我自会知无不言。韦贤妃既然不介意，我可就派人去查了。我自是不在意那些，只是有些事外面传的风言风语的。什么？都是那些宫人乱传的。韦贤妃但说无妨。那些乱嚼舌根的，传你和那萧怀瑾共度一夜，还说你们还用了合欢香。韦贤妃真的很担心我，问得这么详细。敢在我和姐姐的院子里嚼舌根，不想要脑袋了是吧？妹妹息怒，我也是关心则乱，实属是我多事了，岂无牵连旁人。
只是眼下要紧的是佩仪的名声，不能任人再传下去了。姐姐觉得应当如何？我也不是有主意的。